咱们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多就是人际上的问题，一个人首先要有自爱嘛，他对自己，他首先家庭成长他是被爱很多，然后他也足够的自爱，然后他非常的有这种自我的感觉，就是他的爱已经溢出来，可以去分享给周边的人了。如果你就是没有自爱，然后也没有自立，然后思想上都非常的幼稚的话，再去跟人相处只会越来越混乱。对，我觉得对于这种不太成熟的人，就是建议就是尽量少跟人交流，多沉思吧。就是与人交流，很多人他就是凑热闹型的。他就是喜欢跟人相处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他其实并没有理解人与人相处的本质。然后最后就导致一团乱麻。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他思考的深度不够深，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垃圾新闻，然后我们天天刷手机，就导致我们脑子里面有被很多各种情感拉扯，然后被很多信息干扰。但其实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建立我们自己的信息筛选网络，然后来建设自己的这种信息收集啊、整理啊这种能力。如果你这些能力都没有建立起来，你再去接触这些很复杂、很花里胡哨的东西，我觉得这只会导致你的毁灭。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收集体系。对，你先得建立自己的储存、收集和筛选、过滤的一个体系。包括跟人相处也是一样的，你得搞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的社交需求是怎样的，然后你觉得跟不同类型的人你能获得些什么，然后带着目的性，然后当然就是带着这种本身也是非常本自具足的这种感觉去跟人相处。我觉得就会建立很多良好的有正面影响的关系，否则就是建立一些随机的无意义的或者说混乱的关系。就是先搞清你自己想要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对，是这样。然后胡桃老师想补充什么呢？我觉得Neil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确实我们就是都需要静下心来去沉思，就是关于自己需要什么，就是还是那三大哲学问题嘛。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去？我要去向哪里？就是这三大哲学问题。但这有一个悖论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东西，就是真正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他是不会去思考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破缺。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核心问题是这个问题。对，他只是一味的向外去求，他觉得是那个人不对，那个事儿不对，我的父母不够好，我的命运不够顺利，或者说我倒霉，我的运气不好。是的，是这样的。强调的是一种外在的因素。对，今天咱们胡桃老师聊了这么多塔罗还有占星的东西，我觉得聊得挺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之前也接触过一些他们这个圈子的这些从业人员，我觉得好多就是他们会更加的激进一点，或者说是功利一点，他们做的那种理论，还有他们对那些就是他们的顾客的这种引导方向，我觉得还是太过偏激了。但是我听胡桃聊，我就觉得他的想法还是蛮正的，就是对于这个塔罗的运用啊，或者说对占星的这种看法，我觉得都非常的合乎理性吧，就是没有那种特别的极端的那种。就是把客户当韭菜割的，他没有。对，就是我们都是以人为本，以那种引导的，然后客观理性的去帮他开启一道那个门，然后来引导他走上那个就是那种成长的道路。对，就是还是比较以人为本的，就是我觉得挺好的。我大概懂你说的功利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说实话，我这个风格在圈子里不太能赚得到钱。
因为我的受众其实很小，大部分的人他其实都是想要一个结果。确实。然后，谢谢你对我的肯定，这只能说是就是给我幼小的心灵就是多了一层鼓励，谢谢你。就是我个人对塔罗还有占星这类东西，我觉得它是不太能挣钱的，就是因为它说白了是一种心理疗愈嘛，就是如果人与人之间就是非常真诚的去疗愈对方的话，然后我觉得这种是很难去收钱的。是的，是的，而且你真的跟一个人就是用心的交流，你会觉得，你给不了他什么，就是你不能像你说的，你给不了他答案，你只能就是非常耐心的去引导他。但是其实来参与这种咨询的人，他们都是想要一个答案，其实跟你的做法刚好就是相反的。其实你是很用心的，但是你的顾客他会觉得你太不专业了，你就是扯一些有的没的都没什么大用的东西。是的，就是包括说我们这个情感行业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开头也说了，就是如果说来找我们的人他只是想要解决这个案例，只要解决这个事情，但是他并不想成长的话，我们是帮不了他任何的，这是一个道理。我觉得所有的问题也好，就是所有的产生的情绪也好，它一定是以人为本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而产生很重要，你得知道为什么，你才能知道怎么做。对，所以说想采访一下胡桃老师，就是你觉得很多这种人际关系啊、心灵创伤啊，它的核心，你觉得和这个就是说爱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不太能把它很专业的说出来，但是基本上一个不缺爱的人和在爱里长大的人，他的人际交往多半也是很好的，因为他会在爱里面习得如何去表达爱和如何去享受被爱。相反，如果说生长的环境没有太多的爱的话，首先他的内心就是匮乏的，那就像一个瓶子一样，里面有水，那你才能就是给人倒水。如果说里面没有水的话，你要怎么去给予呢？可是人和人交往的一个本质本身就是能量的交互或者是价值的交换，爱其实也是一种价值，对吧？那如果内心是没有东西的，你又怎么去给呢？所以它是一个死循环来的。对，这个东西要不你自己学会把它装满，要不就是能不能遇到一个神去给你这些东西。遇到一个好人也行。也就是说，学习爱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的。非常重要。然后刚才那个肯就是说想让我说关于奇迹课程的一些内容嘛，我就不展开说，但是说就是说奇迹课程它是干嘛用的呢？它其实就是用来解答刚才胡涛说的那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然后我最终的这个要去哪里，我的宿命是哪里，那它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解答的一个角度。然后它是这个耶稣的一个通讯嘛，就是耶稣本人自己通灵讲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他的一些答案吧。然后可以先从看他的这个辅导书开始，就是告别娑婆这4本书一个系列它是一个简化版的奇迹课程，打个广告。我们后面会做一个系列来聊这个。对，本质的话，我觉得你前面那3个问题，包括爱，你们总结的都非常的好。就首先是得自爱，我得就像中医的话，我们先得来养生，把自己的免疫力、自己的体质增强了，然后再去向外探索。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吧，是我在爱尔兰这边听到的，说就是有个女孩子嘛。她就是很喜欢一个男生，但是那男生就是跟她分手了，还是抛弃了，怎么样吧？
然后他就特别想不开，后来他去找一位上师，说师傅，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就是说你有特异功能，能不能帮我挽回那个男生的心？然后上师说你就念你先什么都别管，你念1000遍的大悲咒和心经，然后他说那这有用吗？我是让你帮我找回我的男神。然后上师说你先去念你就知道了。后来他念了有1个多月，然后别人在问他说你是不是还想不开，你是不是想死？然后那女孩她基本上都把那男孩子给忘了，那是谁啊？我怎么会那么幼稚呢？我自己的生命多精彩啊！我居然为了一个就是根本就不爱我的人，我居然轻生，我真是太幼稚了。然后他自己就走出了那种创伤。对，所以就是包括我之前就是我准备去参加英国的有一个舞会嘛，然后我就不断的在想，我是不是要通过学习什么话术，是不是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打领结还是打领带来吸引到那些女孩子啊？后来我去问老外嘛，老外他说你就做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需要去演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自信做好你自己。我先还觉得他是不是他又在这里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我后来发现真的是，如果是说一个女孩子她真的爱你的话，或者说一个异性吧，一个男孩子爱你的话，他不会是说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让你去做到怎么样。你本身就是我们本身这个独特的这个灵魂就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了。他之所以有一些人他会提一些外在的条件标准，那说明他是不够爱你的，是他不够爱你的，你还没有发现你的正缘。等你发现了你的正缘的时候，那是真的是说就是那么1秒钟的时间，就是我也认可这个观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当中不要去成为那种你不具备的那些东西，而是要成为你本身具备的那些特质，然后用这些特质去吸引你的这个对象，这个伴侣。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多个层面的。那我可能我活泼的一面我是有的，那我也有安静的一面。那如果说我的这个伴侣，我的感情对象，他是喜欢我安静的一面，那我就多展示一些嘛，反正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我。但是他同时也是不打压我活泼那一面的，就它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很挑剔、很嫌弃的这种高的姿态来指责你。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良性的一种关系。是的，对。就是我想问那个Neil 和胡桃啊，就是说你们是怎么看待就是说自信这个心理学总提到的这个词的，就是你们是怎么样理解的呢？我觉得自信就是你接不接纳你自己吧。你接不接纳你自己的所有的面，能不能接受自己是能不能接受自己最差的一面，自己有非常多不好的念头或者是情绪。如果说你能接纳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无所谓自不自信，反倒是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明白，就是理解自己，接受自己，理解一切，接受一切。就我的看法是，我认为就是像中国的这种社会环境，它就是在摧毁你的自信。是的，是的。所以建立自信的前提就是你先要跟环境隔绝开来。就是一个是搞清楚你是谁，然后意识到环境它对你的作用其实都是带有它的目的性的，包括你所接受到的那些打压，你自信的内容，它其实都是别人对你的一种 PUA 或者说是引导。它其实是让你自己偏离你的方向。所以你要认识到你自己，然后找到你的方向，然后你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多元性，所以你就可以包容你的所有的缺点和所有的不足。我觉得你做到这几个点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会很自信。这个我是同频的，就是首先他说的这个要隔绝一些对自己可能比较会让我们受到伤害的那些信息啊，或者说过多的那种交涉交流。因为我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我的社交圈比较小呢？因为我能接触到的人，就是他的可能就大多都是那种比较虚荣心比较强的，然后喜欢去比较的，然后喜欢去吹嘘自己的。那我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那要么我就去支持他，然后但是我会感觉我自己的内心时间长了就是也会不舒服嘛。
那要不然我就成为对啊他一样的，我也去吹嘘自己，那这个我做不到嘛，我就不是这种人，所以我就后来发现，那我只能做到就是隔绝他，就是减少与他的接触。对对，是的，我觉得自信真的蛮重要的，像那种能够展现自己的人，基本都是以自信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就是你会发现那些上层阶级的家庭，他们的孩子都是非常自信的，甚至有的就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对，过度自信。对，其实自信和自卑是一线之隔，就像天才和疯子是一线之隔是一样的。对，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属于官二代嘛，然后一开始接触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很热情，但是就是有一种过于自信的这种感觉嘛，就是他的家庭出身呢，然后所有接触的东西就让他很有那种优越感，但是这个人他不是很有攻击性哈，但是他的这种过于自信，就是一开始接触还好，但时间长了之后，他总是在这儿不停的闪耀，自己能说3个小时这种的。然后我就觉得，那面对一个太阳，我有点烤焦了的感觉，那我的光芒就显现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人，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自卑的。对，其实我最后我感觉他比我焦虑，就有这种感觉。他可能在这个家庭环境中，他所承受的就是来自于父系，或者是就是家族的那种压力也是很大的。他可能也会受到很多不好的负面的评价，所以他只能在你这里来找存在感。对，他就是一直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证明我自己，我是有这种感觉的。哎，对对，这种人其实还是蛮常见的。对，就是你不需要去问他，他会把他近3个月的所有成就给你一一的列举出来。他太想要得到你的认可了。对，然后我又非常愿意去认可别人嘛，然后所以他就在我这儿就想吸我的血，然后我就你就是血包了。对啊，我就成血包了，然后我就感觉到一种本能的不适，然后我就开始就推各种他的邀请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远离了。我能懂你，我现在就是各种人的血包，我觉得我太累了。你也可以吸吸我们的血。对啊，对，我们来回血。那你们就太辛苦了。就我觉得成为血包我是 OK 的啊，但是不能说过度的去吸我，得让我有个回复的过程，就或者说大家相互去吸一吸嘛。对啊，是的，就是有一个一来一回的互动，或者说礼尚往来吧，血上往来，对吧？对，这个我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对，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想远离了，对，对，还是说有一种攀比吧，他那种想证明的话，可能也是说他看的比他更牛的人，官二代又怎么样？上头还有红二代，还有王室，对吧？对，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对吧？你这个东西，就像我前段时间我去看那个就是李英嘛，天哪，比我年轻那么多岁的人，你都能实习，我这边面试都没有面试上。但是这个问题它的本质就是说，我心里面有了这么一个攀比的一个潜意识。那向外求的这种欲望，对你这个比较的话，就是一种分离嘛。你说圆形和长方形没有可比性，它本身它两个都有自己的优势啊。而且我们大家都是一体。其实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就是这个比较性几乎是没有的，就是包括你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比性，意义都不是很大。是的，对。那你又是怎么看待这个就是人际关系的这种比较俗世的这种人际关系？就是你会选择像我这样减少自己的社交圈吗？还是说怎么样去处理的？我觉得我跟什么样的人都能聊得来吧。就是我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状态。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就是只会跟自己喜欢的人交往，现在的话就是更喜欢跟一些那些我没有交往过的人交往，就是相当于每个人他其实他都是有一个类群分类的嘛。现在就是类似于我看风景一样的，我更喜欢跟一些
之前从来没有交往过的人去聊。然后以前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跟自己同频的人去聊。就是同频的人，他会让你越来越认同自己嘛，同时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收获这种开心或者快乐。对，现在就是觉得人与人相处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然后跟谁都可以聊，然后其实每个人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你只要搞清楚他的所求就行了，然后你没必要特别去迎合他，当然也没必要就是完全的去把人拒之千里之外。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点嘛。对，那你就是内心是比较平和的，是不是？就是即使和不同的人去相处的时候。对，就是你可以去调整自己嘛。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思想层次在非常极端的一个小范围里边，但是你可以调整自己，去让他讲更多，愿意去分享，然后你也可以给他一些引导或者建议，然后他的这种比较狭窄的这种，或者说比较极端的一些认识或者想法，他也可以给你一些启迪，让你对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思考和认识。就是明白了，就是你是很平等的去看待每一个人，然后不去过多的去评判，然后给他们去定价值，只是说随缘去。就我觉得人类的多样性是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就是像中国这种教育模式，输出的每一个人都像那种机械产品一样，它是非常规范的。我不太喜欢这种。明白。对，就是都得遵守同一套那个价值体系。那个我就举一个例子嘛，我侄女她原来在现在还有9分钟。好，对，就我侄女，我原来在她学龄前的时候，我感觉她眼神里面有光有自信，然后后来这次回国去看她6年级嘛，就感觉就是很不自信，然后我就知道了，那肯定就是他们那学校老师同学家长之间的有一些攀比或者乱七八糟的，没有，就是你在那种人人都考95分以上的班级里面然后你可能考了94分，最后就感觉自己不行了，然后就感觉他眼神的那个光要少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说，比如你生几个孩子，你有的孩子他擅长考奥数，有的孩子擅长弹钢琴，有的孩子擅长踢足球，我们就是每个人，那就之前那个就是塔罗牌嘛，我们看清自己，了解自己优势在哪里，然后把它发扬光大。当然不发扬也挺好的，我自己对弹钢琴没有说要成为什么钢琴家，我就自己就是一个人去感受那种音符的跳动，或者说给周围的一些家人朋友一起弹一下，然后能享受那么独一无二美妙的瞬间，那也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对，就是我喜欢的思想就是说其实有成就或者说没有成就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还是以个体的体验和感受是最为关键的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成就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就是抽象性的一种价值，因为它也没有绝对性，它可能会一个阶段性的服务人类，但是一个阶段性可能又被淘汰掉了，对吧？成为一个历史，然后它其实也本质上是虚幻的嘛。但是我们肯定还是歌颂每一个为这个世界做贡献的人嘛。但是我也觉得没有为世界做很多贡献的人，很普通的很平庸的人其实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的价值就是在于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所以说我是不愿意把人的成就去放在一个秤上去平衡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一个所谓的个体嘛，就是你这个世界再厉害，那我不去关注，我不在意，跟我也没有关系。或者说人类享受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成就，没有办法一定区分谁贡献的多，谁贡献的少。那可能每一个存在，它都会多多少少贡献一点点，就是有生产者有消耗者嘛。你不能说生产者就是至高无上的，消耗者就是略等的。其实他们都是同等重要的。就是以前我就在想，
比如说明星嘛、名人嘛，其实名人的价值源于观众嘛。如果说没有观众、没有观者，那他们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我觉得价值这个东西、成就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体的。对对，是的。还有不到10分钟。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嘛，我就想到了那个素食和肉食。就是你看他那个这个话题，对，就是佛学里面他提到那个轮回转世，从来都没有说投胎变成了一棵树，变成了植物，就是都是要么变成动物，或者变成人，或者变成什么天人。好，然后我就在想，那居然是说有人他是说为了不剥夺就是那个动物的生命，所以说不杀生就吃素。但是我在去切白菜，我今天去切白菜的时候，我就在想到那你说白菜它也是一个生命啊，它虽然是植物，那它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痛呢？那居然是说众生平等的，那动物和植物应该也是平等的呀。我吃动物和吃植物，这不都是造孽吗？其实你这种观念就已经陷入到这个佛教这个给你设置的一个死胡同里边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它很明显是有阶级的，谁跟你说众生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只是说我们都是有尊严的个体，我们在尊严上是平等的，但其实就像生物界是有食物链的，就是大鱼吃小鱼啊，就是我们杂食动物就是要吃植物也要吃动物，它这个对，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它其实你只要没有做到特别过度的，就是那种比如说去浪费啊，去滥用啊，或者说是去就是满足你那种奢侈的欲望，我觉得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它也不算是什么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流动，就是能量它是要从一个植物流动到动物，然后从动物再流动到更高级的，比如说人类，或者人类再流动到一些非物质实体的一些灵魂。对，就是它很正常，就是不要把它给妖魔化了。佛学说的这个平等是指心的平等啊，就是或者说是灵性的平等，不是物质世界的平等。对。然后《太傻天书》里面就是他也是说提到了，就是这个像植物就是服务他人的，就是用爱来滋养的嘛。然后跟刚刚Leo的观点很多都不谋而合。不过《太傻天书》里面他后来也提到了，说我们要拥抱未知。他说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是塔罗牌里面第一张牌也是最后一张牌它是一个王牌。好，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是小手牌吗？还是说王牌？就是Kevin 他还有说是太傻牌啊，但是我也不太懂。对，那胡桃你塔罗牌的0就是愚人。那应该就是这个牌愚人它象征的就是勇往直前的，就是这个动力，就是前面很危险，但是我不怕。它带有愚者嘛，就是愚钝嘛，就是字面意思就是这个，就是它既有愚者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这种感觉，然后它也自身也是有无限潜力的，因为它手里扛着那个包袱，其实也代表着经验，然后也有动力，然后包括它下面有一条小狗，虽然前面是悬崖，但其实后面又是光芒万丈，所以这张牌其实很有意思的。对，就是有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与潜力。可以这么理解。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愚字。愚公移山强调的是人的自主能动性，愚人这张牌强调的是无限的潜能和可能。反正我理解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大智若愚，就是愚只是我们世人的一种解读，但实际上它背后的智慧是非常厉害的嘛。它只是表面形式上，它是这种感觉的，开玩笑的感觉嘛。不是拘泥于形式的。还有2分钟，咱们闲聊一会儿吧。
或者收个尾。对，哎，好，那就闲聊一会儿吧，后面就给它掐掉了。我觉得我有点不幸把那个氛围给破坏掉了。就是上一期的时候，胡涛和 Kevin 当时聊那种氛围，真的是听起来就感觉时间穿越了，就是时间过得好快啊。都一样的。我觉得胡桃今天跟我们3个做了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传播了，后面也会有好几千甚至说上万的10万个观众，应该没有人喜欢听说教啊。感兴趣的这个不要紧，我觉得又不是数学课嘛。咱们这个课堂没有强制性。对，而且还是说，就是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大佬啊，真的是很奇怪，就是明明是说有1000，比如说有100个观众吧，可能只有2个人在骂我，对，但是我另外98个人不都是支持吗？都说很感谢主持人能够组织。我好想忘掉这2个。对，为什么忘不掉了？就像我们原来1年级的时候做题的时候，你考了98分，对吧？你最后就是惦记着那2个没有做完或者没有做对的那2个题，因为你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既然是问题的话，那就需要。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